别说周红英傻了，就是周红林都有点傻。他愣愣地看着，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姐姐就被老婆强势地塞进了车里。叶佳妮警告了周红英后，回到了副驾驶座，边系安全带边对周红林说道：“老公，开车，把你姐送回她婆家去，跟她婆家人说，如果你姐再过来打扰洋洋，休怪我们对她不客气。”周红林回过神来，立即开车。周红英气结，骂道：“毒妇，这是我周家的事，不用你管。洋洋是我亲侄子，我又不叫他去干坏事，只是想见见他。我当姑姑的想见见自己的侄子有什么错？以前不见你当姑姑的对侄子好，现在洋洋长大了，有本事了，有钱了，你就知道你是姑姑了。你问一下你自己的良心，你侄子从小到大得过你当姑姑的什么好处？不要说的自己是个好姑姑似的，别人不知道你的过往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你们周家那点事儿，我都是见证者。周红英，我不管你打着什么鬼主意，洋洋现在养着我和红林，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你敢打扰洋洋的生活，带给洋洋困扰，就是跟我们过不去。你和周红林是姐弟，他狠不下心对你怎么样，我可不怕。我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惹毛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。我是连人都敢杀的毒妇，收拾你那是分分钟的事。周红英被叶佳妮骂得脸色铁青，却又骂不过叶佳妮。这个弟媳妇可不是海玲那么好说话，就算叶佳妮没有拿刀砍人，她也不好说话，没有海玲的忍功，早就看她这个大姑姐不顺眼的了。周红林，你就放任你老婆骂我，我当姑姑的来见一见侄子不行吗？你养的好儿子，现在有钱了，有本事了，连亲姑姑都不见。周红林边开车边应着，对啊，我养的是好儿子，我一个儿子抵得上姐养的10个儿子。姐，你生的2个儿子连给我儿子提鞋都不配呢。我儿子当然好，给我养老，叫我不要那么辛苦跑车了，我嫌无聊才出去跑车的，不像你的2个儿子就喜欢啃老，啃不了老就啃老婆。姐，你那么闲，先管好你自己家里的那些破事吧，我家的事不用你操心。你洋洋都30好几了，还没有结婚，你也不着急，我当姑姑的想帮他安排一下相亲，那是为了洋洋好，我认识的都是好姑娘。叶佳妮冷笑的道：好姑娘怎么不紧着你自己的2个儿子？瞧瞧你娶的儿媳妇，跟你合得来吗？周红英顿时哑口无言，她的儿媳妇跟她关系是不好，放在别人的嘴里，是她这个当婆婆的当不好，儿媳妇讨厌她，要不是她夫妻俩抓着钱，有点小钱，恐怕连儿子都不想搭理她了。就你这个层次，这个圈子，认识的姑娘再好也配不上洋洋。洋洋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他既是凤家的少爷，也是陆家的少爷，管城几大豪门家族年轻一代都和他称兄道弟。撇开他从他继父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家产，就是他自己也赚了不少钱。他有钱有产业有身份地位，放着那么多的豪门千金不要，要你介绍的那些凤凰姑娘。周红英，你以为洋洋是你能拿捏得了的？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打的鬼主意，你无非是想通过婚姻来拿捏洋洋，然后慢慢吞并霸占洋洋的家产，真当你好聪明似的，当你那点心思藏得很好似的。周红林，管一管你老婆，我是你姐，她这样骂我，你就一声不吭。周红林冷声说道，姐是觉得佳妮一个人骂你不过瘾是吗？气死她了，娘家人没有一个是站在她这边的，这样的娘家她又不肯断亲，没有断亲，就算周阳不想搭理她这个姑姑，她也还是周阳的姑姑。以后洋洋结婚肯定要请她去喝喜酒，就算不能让她做主位，她能出现在婚礼现场也是无上荣光呀。要知道洋洋的圈子里都是豪门贵族，
到时候她带着丈夫、儿子、儿媳妇过去，也能让自己家人见世面。万一能结交到老板呢？断了亲，她就不是周阳的姑姑了。以后周阳结婚，不会再请她这个姑姑去喝喜酒。所以周红英就算知道娘家人都不向着她，她心里再恨再怨，也没有想过和娘家断绝来往。那边的周阳又开完了一场简短的会议，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觉得有点累，暂时不想再工作，便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想起了在公司门口的姑姑。他问了一下秘书，得到答复，他姑姑被他父亲和继母带走了。他继母很是凶狠地将他姑姑拖上车，将他姑姑骂得狗血淋头的。他那个继母现在是个明白人，在生活上照顾着他爸。虽说爷爷奶奶对继母还是很大意见，该对老人好的继母也默默地做到了。他知道他的余生是记在了周红林身上，而周红林则是指望着唯一的儿子，也等于是他的后半生指望着洋洋。所以他低调地过日子，做着让洋洋满意的事，但不代表他继母就好欺负了。在里面做了10几年，怎么可能是好欺负的主呀？他姑姑现在斗不过他继母的。周阳拿起手机，给父亲的账户上转了10万块钱，又在微信上转了5万，然后发了语音信息，对父亲说道：爸，天气热，你少出去跑车，给你转了15万元，你带叶姨去海边度假，给叶姨买几身新衣服，换季了要买几身新衣服。微信转5万是方便父亲日常消费。周红林还在开车，看到儿子发来的信息以及转过来的钱，他没有马上收下，也没有第一时间听语音信息。他夫妻俩将周红英送回她婆家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周红林让叶佳妮帮他听一下儿子发来的语音信息。听完了儿子的语音信息后，他对妻子说道：洋洋转到微信上的5万块钱你帮我领了，明天咱们就去海边度假，15万块钱够咱们好好玩一个暑假了。夫妻俩早就不是年轻时的样子，花钱不会大手大脚了。15万块对洋洋来说算不得什么，对他夫妻俩来说够他们好好的玩一个暑假。叶佳妮说道：洋洋另外还转了10万，她帮丈夫收下了继子转过来的5万块钱，她还往我的银行账户转了10万。微信转5万是让我们出门消费方便一点，她平时也会在微信留够日常开销的钱。咱们管城也有海，离我们家是远了一点，但在本市玩消费没那么高，我也不用买新衣服，还有衣服穿呢。洋洋小姨不穿的那些旧衣服我都穿不完，她的那些衣服质量很好，都是牌子货，咱们自己买都买不到那么好的衣服。海童不穿的旧衣服本来是扔的，周红林知道后大着胆子打电话给海童，替他老婆要来了海童的旧衣服。就算是旧衣服，其实在普通人眼里，海童淘汰下来的衣服也有8成新，主要是他的衣服质量好，叶佳妮又不嫌弃。用叶佳妮的话说，海童很多衣服是他花钱都买不到的，是由名牌设计师帮海童量身定造的，还是要买2套新的，总让你穿旧衣服。我都不知道当初厚着脸皮问海童要来那些衣服是对是错，觉得对不起你，当然是对的，我不嫌弃，真的不嫌弃。知道叶佳妮不嫌弃旧衣服，海玲有些不怎么穿的衣服也让儿子拿给了叶佳妮穿。叶佳妮陪伴周红林，夫妻俩相互有个照应，又能照顾好周家两老，那样周阳就不用担心爷奶没有人照顾，不用担心父亲的晚年生活。海玲也是为了减轻儿子的压力，他们让洋洋拿过来给我的衣服，其实很多都是新的，他们衣服太多，能穿多少？红林，我不嫌弃的，真的不嫌弃，不必再给我买新衣服，咱们就去管城的海边住上1个星期，吃新鲜的海鲜，不用花那么多钱。洋洋赚钱也不容易，很累的。
余下的钱咱们存起来，以后也能减轻洋洋的负担。要带2个老的去吗？叶佳妮忽然问道。她是不想带2个老的，2个老的对她态度始终是冷冷淡淡的。她也不怪他们，毕竟她以前拿刀砍过周红林姐弟俩，又将周家闹得鸡犬不宁，梁老记恨她也是情有可原。但梁老始终是周红林的亲生父母，是周阳的亲爷奶，看在这对父子的颜面上，叶佳妮才会问一句。周红林知道妻子和父母不和，他说道，梁老年纪大了，不带他们去了，海边他们估计也不想去。他们说的海边没什么好玩的，我们回来时给他们带点海鲜就行。顿了顿，他又说，若是带梁老去，我妈的嘴巴不牢，会告诉我姐，我姐又会带上她一大家人跟着我们去，蹭着我们的钱来花。我是给钱也不是，不给钱也不是。洋洋给钱我们出去度假，那是他的一片孝心，是想让我们开心一点，何苦为自己找罪受，找气受。就咱们俩去，谁都不带，也不和梁老说，等我们出了门，我再给我爸打电话跟他说一声就行。叶佳妮嗯了一声，松了口气，只要不带着梁老去，他就很开心了。他知道继子出钱让夫妻俩出去度假，是他今天过来拖走了周红英，不让周红英在陆氏集团门口闹事。继子回报他的，那个孩子被海玲教得很好，若是他那个孩子没有流掉，现在也将近30岁了。叶佳妮出来后，只要见到年轻人，总会忍不住想起他那个无缘的孩子。孩子若没有流掉，他当初也不会错上加错，罪上加罪的，不用坐10几年的牢，可能几年后就能出来。出来时也还年轻，还能和孩子培养感情，他的老年生活不至于要靠着继子。得亏继子是个明事理的孩子，若是个冷漠心狠不讲理的人，别说给他养老了，说不定还会弄死他呢。哎，这都是他的命呀，也是他的报应。谁叫他当初明知道周红林有妻有子了，还和周红林勾勾搭搭的，破坏了别人的婚姻，自己的婚姻也不顺利，到最后入狱10几年，他还是努力改造减了刑提前释放的，否则现在都还在里面待着呢。周红林还念旧情，等着他出来，并没有因为他进去了就和他离婚，让他出来后有一个落脚处，在周红林的关心下，也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他心里也清楚，他只有照顾好周红林，让周阳无后顾之忧，他的晚年才能安稳幸福。至少在物质生活上，他能过得很好。一辆网约车停在了陆氏集团门口，很快，从车上走下一名穿着职业套装的年轻女孩，她和周阳长得有几分相似。下车后，她向刚约车司机道了谢，然后步行走到保安室门口。值班保安走出来一个人，礼貌地问他要找谁。保安大哥你好，我想找一下你们老板周阳，他在公司里吧？哦，我姓凤，麻烦你们帮我传达一下。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正是凤家少主凤玉，小名妞妞，周阳同母异父的妹妹。保安看妞妞和周阳有点像，妞妞又很有礼貌，她应了声，立即就回保安室打了内线电话进去。不久后，保安得到了回复，他笑着对妞妞说道，凤小姐，我们老板请你进去。妞妞向保安道了谢，跟着那名保安进去。保安带着他进了办公大厦，交给了前台便退出来。前台又亲自带着妞妞坐电梯直上顶楼，出了电梯将妞妞交给了洋洋的秘书后，前台才转身离开。秘书已经知道妞妞的身份，他很恭敬地带着妞妞走向洋洋的总裁办公室，对妞妞说道，我们老板听说凤小姐来了，惊喜万分，很开心。妞妞笑了笑，我去广城出差，离得近就回来看看。她虽是凤家的少主，属于江城人，不过从小也是管城、江城两边跑的。管城是大哥的故乡，
也等于是他的故乡。秘书笑，怪不得。他帮妞妞敲开了总裁办公室的大门，带着妞妞进去，恭敬地道：“老板，凤小姐来了。”洋洋示意秘书可以出去了。他随即起身走向妹妹，嘴上说道：“妞妞，你要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哥哥好去接你啊。我去广城出差，办完事了，想着还有点时间，就来看看大哥的。哥，我会打扰到你吗？”